雄风2E 巡航导弹为中华民国中科院制造的地对地巡航导弹，以雄升为发展计划，将雄风2型反舰导弹为基础，并参考自美国战斧巡航导弹研发，投入研发经费约330亿元新台币。2010年起，在国防预算中以代号“极损”专案编列量产。雄风2E 巡航导弹为采低空、贴地表、随地形、地貌变化起伏飞行的次音速巡航导弹。2020年4月，国防部送交立法院的专案报告，雄升导弹具有高爆、散撒两种弹头，可对加固指挥所及掩体、机场跑道进行反制。2011年的射程公开说法为600公里，并以3000公里为目标增加射程距离，其长度和直径约介于雄风3型反舰导弹和美国战斧巡航导弹之间，可对中国大陆的东南地区目标造成威胁。射程可达香港、澳门、广州、长沙、福建、上海、南京等东南沿岸重要的城市，以其深入腹地攻击长江三峡大坝。2012年，根据国防部送交立法院的书面报告显示，雄升导弹射程估计为1000至1200公里，打击范围到中国内陆，具有源头打击战力，估计量产数量至少达到100枚以上。中华民国国军目前正在服役的天宫导弹 MIM-23 英式导弹，用途在于拦截来袭敌机；爱国者导弹则用于拦截导弹，均为防御性质的防空导弹。中科院已研发成熟的 ATBM 反战术弹道导弹，也是拦截导弹，战机用途。为了落实中华民国国防部之防卫作战最高指导原则，防卫固守，有效吓阻，而着手研发具攻击重要军事据点范围内的攻击性导弹。1994年11月，时任中华民国国防部长孙震表示，只要国防预算许可，中科院有能力研发出射程比雄2更远的中长程导弹。这是国防部高层首度透露，中科院正研发反击武器。雄风2E的关键技术研发始于民国80年代中期。当时任职中科院中将院长的陈有武，在2004年在集体贪污案被判刑时，其罪名是自民国85年起挪用雄风2E导弹武器关键技术提升计划经费，供其私人玩乐。这是目前雄风2E导弹计划已知的最早成案时间。2001年6月，媒体报道，中科院以雄升为计划名称，雄风2E为代号，进行研发射程1000公里、可贴地飞行、对地攻击的巡航导弹，除已做过多次导引和飞控系统测试，并验证一弹多目标、沿途投掷弹头的能力。研发过程前期极度不顺利，在2004年之前，雄风2E原型弹5次试射均告失败。在2004年6月，国防部曾一度命令，如果当年仍测试失败，便现况结案。同年，中科院院长更换为龚家正将军。龚家正求益于前雄风计划主持人韩光卫后，经韩光卫推荐，由王德胜接任雄风2E的总顾问。王德胜接任后，重新检视当时完成的第6枚雄风2E原型弹，查知原型弹出现焊接错误等严重的制造品管瑕疵。王德胜整顿制造品管，决定重新打造原型弹。雄风2E原型弹在2004年9月、10月2度成功试射，10月份试射为新打造的第7枚雄风2E。2005年春季再次进行成功试射，使雄风2E计划摆脱终止危机，研发继续进行。雄风2E导弹的动力来源据信为中科院开发的涡轮扇发动机。2013年底，在桃园2013军民通用科技产业价值应用成果展展出其使用涡轮扇发动机。2014年12月9日，中科院航空所首度官方展示鲲鹏涡轮扇引擎，说明1998年5月开始研发，1999年11月即进行全引擎研发测试。雄风2E的第一批量产型预算自2008至2019年编列，代号“极损”专案，专案经费340亿余元新台币，量产数量245枚。2017年，因国防部参谋本部防空导弹指挥部改编至空军，极损在预算书中的代号变更为飞戟1号，在民国107年的预算书中出现飞戟2号，108年出现飞戟3号等采购预算需求说明。可相信目前雄2E型导弹仍在量产。第二批次之后的量产型，媒体宣称中科院进行改良，射程将达1000公里以上。
为该些内容皆未详述技术细节，且外界也不得而知其数据之合理性。除了量产型极损弹，空军另编列了雄升导弹的翻修经费。可信雄2E原型弹目前仍有部分在服役。目前，中华民国国军尚无公开展示雄风2E战具，但由于导弹指挥部的地址已经被媒体公布，因此在2013年，台湾网友透过谷歌地图采购的商用卫星照片，找出雄风2E巡航导弹部署位置、导弹挂弹车、中继车及指挥管制车，证明雄风2E量产服役。时任中华民国国防部发言人罗绍和少将在此军事部署情况被揭露后声明，国军重要的军事设施均已经建置相关防护作为，可以确保营区与装备安全，请国人放心。2017年，在非止步改边境空军时，在 Facebook 粉丝团中公开部分照片，媒体自照片推测，目前运用雄风2E导弹的单位称为791旅。2012年，立法院通过中央政府海空战力提升计划采购特别预算案。根据国防部呈交立法院报告指出，中科院的新式导弹量产厂房将在2022年6月完工启用，导弹的年产量将会大幅增加。其中，国防部报告显示，雄2导弹与雄升导弹共用生产线，年产量将从原本每年81枚提升至131枚。国防部的报告只有共用生产线的雄2导弹与雄升导弹的生产量，无法得知雄升导弹的年产量。雄风2E是一种远射程、亚音速攻击陆地目标的巡航导弹，其基本性能都与美国的战斧巡航导弹大体相当。动力装置，雄风2E采用的是小型涡轮喷气发动机，而巡航导弹对发动机的推进动力、稳定性、精密程度等技术性能都要求比较高。以台湾现有的科技实力，开发出自制的精密的涡轮喷气发动机难度较大，要满足需求只能外购。定位系统，雄风2E导弹采用了先进的全球定位系统制导。由于台湾还没有全球定位卫星，对雄风2E导弹的定位只能仰赖美国 GPS 系统。早在2000年，台军就推出雄升计划，开始研制雄风2E对陆攻击型巡航导弹。2005年6月5日，台军试射雄风2E，飞行距离超过500千米，并在海平面上模拟飞越地貌与障碍物，最后命中目标。由此宣布批量生产和开始部署，计划2010年前生产50枚，之后逐步增加至500枚。另据台湾地区的《中国时报》透露，2007年10月，台湾地区成功试射了一枚雄风2E导弹。它是一款对地攻击巡航导弹的改进版，其射程为600千米，而且据称该导弹已经得到了小规模部署。此外，该报还宣称，2008年1月，台湾地区又成功试射了一枚射程为800千米的先进雄风导弹。据信，该导弹是雄风2E导弹的另一种改进版，试射时尚未进入量产阶段。台军方人士表示，由于雄风2E巡航导弹还会不断改进，射程最终将提升到2000千米，命中精度达到10米以内，可以作为台湾的战略武器。据台媒报道，台军方人士透露，由台中科院研发的增程型雄风2E巡航导弹已完成小批量生产，并在交付到空军防空暨导弹指挥部的特种导弹旅，开始担负战备任务。据称，这款增程型巡航导弹射程可以达到1200公里。另据台媒报道，台军计划投入36.2亿新台币，在增程型雄风2E巡航导弹基础上，再开发射程可达2000公里的远程巡航导弹，并将此计划命名为“雄隼计划”。相关人士对此消息不予置评，只强调相关武器系统的研发增进工作一直都在进行中。据了解，目前台军特种导弹旅的主力巡航导弹为雄风2E巡航导弹，其射程约600至800公里。去年经小批量生产的增程型雄风2E巡航导弹，射程则是提升到1200公里。台军规划以136亿新台币经费，从2019年开始，以10年的期程进行分批的量产作业，并且逐年拨交部队服役。据悉，台空军防空暨导弹指挥部是在2017年9月1日，由空军防空导弹指挥部和空军防空炮兵指挥部合并升格成立，辖下有791至795共计5个防空旅，其中包括数个配置特种导弹的导弹营级单位。
台湾联合新闻网30日援引相关报道称，经蔡英文核定，射程超过1200公里的云峰中程飞弹，2019年将启动量产计划。第一阶段规划生产10套发射系统，配置15到20枚云峰中程导弹。未来机动部署重心在台湾北部和中部地区。自由电子报进一步披露称，云峰量产后将以机动部署为主，改变原先山区固定式部署的方式。原因是最近几年汉光兵推中天宫防空导弹、雄风反舰导弹和远程打击的雄风2E巡航导弹等拥有机动发射车，受到多次攻击后战场存活率很高，经常充当反击的骑兵。报道还称，云峰射程超过1200公里，北京在射程范围内，而未来量产型的云峰导弹将纳入增程技术，射程有望达到2000公里。随着当前军事领域信息化步伐越来越快，未来海上的竞争将会比较激烈，随之而来的就是世界各种舰艇不断的服役。在这样的背景下，反舰导弹也就应运而生。今天咱们就来了解一下这几款速度比较快的反舰导弹。俗话说天下武功唯快不破，这样的道理放到武器装备的研发上同样适用。该导弹是瑞典自行研制的一种中程反舰导弹，该导弹采用了压式气动布局，配置了可折叠弹翼，弹翼操控弹体的浮沉与旋转，具备远程精确打击能力。RBS 15G 型的导弹长为3.35米，弹径0.5米，翼展1.4米，发射重量770公斤，飞行速度0.8马赫，射程150公里。采用新的导引系统，除保留末段主动雷达引导外，引进有 GPS 中途导引机制，具有良好的接岸岛屿作战适应能力。该导弹是一款由法国研发制造的反舰导弹，它可以接近音速，即接近水面5米不到的高度飞行，避开军雷达侦测，加强对水面舰艇的突防能力。飞鱼反舰导弹采用典型正常式气动布局，全弹总长4.7米，弹径0.35米，翼展1.1米。导弹发射总重为652公斤，主发动机为一台端面燃烧的固体火箭发动机，速度0.93马赫，最大射程70公里。该导弹在飞行时采用惯性导航，等到接近目标后才启动主动雷达搜寻装置，因此在接近目标前很难被对方提早察觉。长期以来，以美国为首的阵营一直对发展超音速反舰飞弹兴趣缺缺，除了少数的欧洲货以外，这个领域一直是俄系武器的天下。甚至到今天，美国海军仍然没有现役的超音速反舰飞弹。形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除了过去军事科技上的限制，双方作战思维的差异以外，也与美国与前苏联在国家战略上的不同有着密切的关系。就技术上来说，超音速反舰飞弹与超音速战机最大的不同，就是超音速战机会尽量在高空进行超音速飞行，由于高空的空气比较稀薄，对超音速飞行的阻碍比较低，相对的也就比较安全。但是超音速反舰飞弹则完全不同，有些超音速反舰飞弹虽然也有攻顶模式，注意可以选择，但是多数的情况都是以掠海飞行的模式居多。而在低空的空气稠密处进行超音速飞行，其实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稍一不慎，可能就会失控坠海或在空中解体。首先，低空的空气扰动比较大，海上实质比陆上更糟糕，因为超级潮湿的空气让超音速飞行更困难。而海浪造成的不规律气流扰动通常都比陆地上更严重。超音速反舰飞弹以2至3倍的音速飞行，可以反应的时间余裕很小，遇到乱流时很容易因为改正不及而让弹体抖动失控。同时，超音速飞行会造成很强的震波，贴海太近时，震波会影响海面，造成不规则碎浪，海面碎浪再形成空气扰流，最后反弹回来影响弹体稳定性。所以，超音速反舰飞弹的掠海飞行，飞行高度还是比一般的亚音速反舰飞弹要高很多。除此之外，超音速飞行时，弹体会与空气产生高速摩擦，速度越快，温度越高，这可能会形成3个问题：一，可能让弹体在高温下解体自爆，特别是20几年前航空特殊合金工艺还没有今日进步时，这是一个非常难以克服的瓶颈。二，高温下气体离子化会影响飞弹内电子仪器的稳定，特别弹锥内主动或被动雷达的灵敏度，在高速高温下飞弹可能会变成半盲，严重的影响反舰飞弹的攻击成功率。三，
超音速反舰飞弹最大的宿命，也就是在超音速飞行下的高温会形成巨大的红外线讯号，这等于是向敌人宣告自己的位置。绝大多数的舰上防空系统应该都不会漏掉这么巨大的目标。海上舰艇可以很早就侦测到来袭的超音速反舰飞弹，有充裕的反应时间。再加入过去的火箭引擎技术较差，超音速反舰飞弹消耗燃料的速度非常快，只能放大弹体才能装入足够的燃料。这会形成一个对攻方很不利的情况，那就是超音速反舰飞弹的速度虽然比亚音速反舰飞弹快上很多，但是因为弹体大、热源讯号大、飞行高度又比较高，所以往往比亚音速反舰飞弹更早被发现。就算飞行速度较快，但是舰上人员拥有的反应时间反而会比较长，而且反飞弹系统的猎杀成功率也更高。结果就是超音速反舰飞弹昂贵、复杂又占空间，却没有非常显著的优势，等于白忙一场。这也让美国海军长期以来都对超音速反舰飞弹兴趣缺缺。1987年5月17日，一架伊拉克战机发射了2枚飞鱼导弹，击中美国海军斯塔克号护卫舰，造成该舰严重损害。根据资料得知，斯塔克号在中弹前完全没有侦测到来袭的飞鱼导弹。该导弹是意大利的奥托梅拉纳公司和马特拉公司联合研制的反舰导弹。该弹采用正常式气动外形布局，4片前缘后掠的小展弦比切烧三角形稳定弹翼位于弹体中后部，4片前缘后掠的切烧三角形控制舵面位于弹体尾部。奥托马特 Mk2 Block 4型的长度为 1.361 米，最大直径410毫米，重115公斤。主发动机采用法国透博梅卡公司的阿比佐 Bree-B 型单轴涡轮喷气发动机，最大速度 0.93 马赫，这速度和飞鱼反舰导弹一样。不过该导弹的射程却比飞鱼导弹大得多，达到180公里。此外，奥托马特 Mk2 Block 4装有双重寻的头，也就是雷达加红外制导。红外寻的头位于雷达寻的头的下方，一旦目标选定，操作员可打开导弹上的自动跟踪开关，使导弹自动寻的飞向目标。该导弹是由3名重工集团研制，采用2组十字形弹翼，这是高亚音速反舰导弹普遍采用的弹翼设计，适用于中短距离飞行。该型导弹全长约5米，弹径350毫米，弹重约700公斤，采用新型涡轮风扇发动机和高密度液体烃类燃料等，速度为 0.9 马赫。虽然速度比奥托马特反舰导弹低，但是该导弹的最大射程已从400公里提升到900公里，远超奥托马特反舰导弹。此外，该导弹采用地形匹配制导技术，导弹从内陆发射后能够贴地飞行，打击海面目标。该导弹是由挪威康斯堡航太防卫公司开发的武器。该导弹全长 3.95 米，重量为410公斤，动力系统采用的是法国制造的 TRE-40 涡轮风扇发动机，有效射程185公里，速度可达 0.95 马赫，采用惯导和 GPS 制导。在海岸线附近或内陆飞行时，导弹采用独特的双频智能红外制导方式，能够远距离追踪舰艇的红外信号，而不向外主动散发红外信号。通过双通道数据链与后方平台连接并受其控制，可以中途转换目标并多次改变弹道，能够以接近10米的超低空在海面突袭。此外，该导弹采用隐身的气动外形设计，这又降低了其被发现几率。按理说，这么优秀的性能，为什么排列的比较靠后？这里和大家说一下，这次咱们是按速度和射程排序，其他性能为辅助，还请大家理解一下。该导弹是由台湾中山科学研究院自行研发的超音速反舰导弹，它是根据雄风2型反舰导弹的 X 波段单脉冲平面阵列搜索天线改良而来，有着航母杀手导弹的称号。它被装置在成功号巡防舰上，该导弹的长度为 6.1 米，直径 0.46 米，重量1470公斤，动力系统采用整合式冲压发动机，速度达到 2.5 马赫。根据有关专家推测，该导弹的有效射程为130公里，其增程型的射程已达到400公里。这里可以看出，该导弹无论是速度还是射程，都远超奥托马特反舰导弹。此外，雄风3的导引头鼻锥罩部分为尖锥形，这样的设计能有效地降低阻力。制导方式采用的是主动雷达寻的加红外寻的末制导方式。此外，弹上又增加了 GPS 导航系统接收机，能够自动及时地修正导航数据。
具有较强的抗电子干扰能力和地貌识别能力，命中率相对较高。它是苏联70年代初就开始研制的一种长程超音速、掠海飞行的多用途反舰导弹。该导弹采用常规气动布局，弹头呈锥体，中段至尾段为圆柱形，弹长10.5至11米，弹径0.8至1.1米，翼展2.6米，折叠后为1.6米。动力系统为一台 Kr-93冲压发动机，靠近尾部两侧各设一台固体火箭助推器。导弹射程约550公里，最高速度可达2.5马赫。该导弹作战时有数套发射方案，典型的一种是数枚间隔发射，一枚引领弹在高轨道飞行，以便更好地捕获目标；其余导弹在低轨道隐蔽跟随，参战导弹共享射击诸元。这些导弹会不断自行修正飞行轨道，如果引领弹被摧毁，跟随弹马上跟进成为引领弹，直至攻击完成。该导弹是苏联切洛梅设计局1983年设计的超音速反舰导弹，它采用可折叠梯形弹翼。导弹采用的是常规的圆柱形弹体，其长度为8.9米，直径670毫米，发射筒长9米，发射茧直径710毫米。导弹发射重量3000公斤，发射筒重900公斤，战斗部重250公斤。战斗部为反舰型装药或对地攻击战斗部，射程300公里。主发动机为使用煤油燃料的冲压喷气发动机，速度达到2.6马赫，最大飞行高度1400米，接近目标时离海面5至10米，以此避开雷达的追踪。该导弹是由俄叶合资的布拉莫斯航空航天公司研制的新一代导弹。导弹采用缩标式气动布局外形设计，弹身表层涂有印度自行研制生产的雷达锡箔涂料，增强导弹的隐身性能。参数上，该导弹长8.1米，弹径0.67米。动力系统采用固体火箭助推器加冲压喷气发动机，射程500公里，续航高度14000至15000米，最大速度达到2.8马赫。导弹采用主动雷达加 GPS 和卫星导航制导方式，导弹在飞行末段下降到10米左右，贴近海平面，并做蛇形机动弹道飞行，以躲避敌方拦截。由此可以看出，该导弹具有超音速、多弹道的性能特点，其突防能力、抗干扰能力和抗反导拦截能力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也被印俄媒体称之为神奇的导弹。该导弹由俄切洛梅设计局设计，采用主动半主动雷达制导方式，在复杂的海空电磁环境下拥有良好的适应能力。该导弹采用目前世界上最先进、技术难度最大的超燃冲压发动机，最大飞行速度达9马赫，射程超过1000公里。在攻击目标过程中，导弹能够依据实时图像优化制导控制。由于技术的高度机密性，俄罗斯未对外公布锆石导弹的具体参数。从官方发布的图片看，该导弹采用预波体设计，体型较小，并拥有良好的隐身性能。那么大家比较喜欢哪种导弹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咱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